在银河战争中，各方势力都经常用先进科技伪装身份，渗透到不同的组织。但是，影响局势的关键变数之一，正是那群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全新人类。他们拥有打破僵局的力量，但是行为往往难以预测，有时带来破天荒的惊喜，有时则是让特工们脑袋大宕机的惊吓。这次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暗势力特工试图攻略地表关公，却差点原地升天的惨痛教训。这天，女特工收到一项任务，主要目标是取得地表关公的信任之后，建立黑暗管道，借此污染地表关网格。她熟练地透过系统分析出目标的弱点。从过往的经验判断，攻陷这种类型的关公简直轻而易举。只要营造出那种命中注定的冲锋，再利用对方的使命感作为诱饵，然后适度的勾勒美好的未来，那么这次任务肯定十拿九稳。于是女特工按照计划伪装成星际家人，降低对方的戒心。她趁着关公熟睡的时候，侵入了对方的意识空间。在他现身的时候，目标关公果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哇，是星际家人耶！女特工立刻诚恳地自我介绍：我是你的灵魂伴侣。按照电脑数据推算，此刻这位关公必定会热泪盈眶，并且愿意建立深层的能量连结。星际家人抱抱。没想到那位关公只是淡定地回了一声：哦。诶，为什么是这个反应？拥抱呢？眼看气氛有些尴尬，女特工迅速调整策略，强化情境诱导。我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而且还可以变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哦。那表情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条件还不够诱人吗？就在他以为任务要崩盘时，关公突然眼睛一亮。当朋友很好啊，当朋友很好啊。为什么有一种被发好人卡的感觉啊？但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那我送你玩偶，作为友谊的信物，给你选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谁会用这个当信物？难道他识破我了？他是在整我吗？看着对方一脸闪亮和期盼的表情，女特工只能颤抖地伸出手，选了其中比较干净的玩偶收下。必须尽快完成任务，建立更深的连结。他的反应实在太难以捉摸了。于是他再次展开甜美的心理诱导。好不容易重逢，不如我们做个约定，以后永远在一起，好吗？永远在一起。只要能够顺利缔结契约，黑暗就能无声无息地渗透他的生活。到那时，他的能量将成为我们的养分。一个能量枯竭的人类就无法动摇矩阵系统了。然而，就在气氛好不容易升温的瞬间，紧急撤离！紧急撤离！敌方已发现我方行踪。什么？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？可恶！明明就差一步。星际家人怎么了？被黑暗势力发现了吗？对，很遗憾，我得先撤离了。星际家人，我养护你，只要让你的频率高到黑暗势力侦测不到，你就安全了。频率高到侦测不到？这家伙想做什么？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关公已经立即进入紧急应援模式。只要观想光照，并且诚心的祈请。等等，这家伙莫非是要……父亲神圣本源，银河中央太阳，十方一切大天使、女神们、养生大师们，所有光明势力，阿斯塔指挥部。惨了，这么女性人物，这就是要残酷我！该死，就是风在灼烧我的身体！请降临于此地，与我们同在。
地上没有，用纯净的光转化所有的黑暗，杜绝所有的邪恶。你别弄丢了，赶紧跑！星际家人，拜拜！啊，完了，我忘记拿走了。回到基地后，他的伪装系统已经损毁了。他在任务报告中特别注记，此目标极度危险，不建议近距离接触。据说这起任务自此成为了女特工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。我养护你，我养护你。你当时知道对方是黑暗势力的特工吗？原来是黑夜的人啊，难怪有点奇怪呢。奇怪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星际家人没有必要特意迎合我呀。哦，这就是你皱眉的原因吗？对啊，做真实的自己不是更好吗？而且那好像是感情诈骗才会说的话呢。那你送玩偶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对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不过对方说是你的灵魂伴侣，你没有心动的感觉吗？啊，为什么要心动？因为大家都很期待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是喜欢一个人应该不是因为对方的身份吧？更重要的是内在，对吗？对，实际相处过才知道是不是适合呀，不然就跟开盲盒没两样。最后有什么话想跟那位女特工说吗？拍龙探行。诶，